动不动发火，对你来说是个问题吗？我们如何面对它，将最终决定它是否会成为问题。所以我说，愤怒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我们和愤怒的关系。如果你认定愤怒是危险的、不成熟的、不应该的，那你会怎么做？压抑它，用沉默来代替愤怒；包装它，用讽刺来代替愤怒；伪装它，用我很忙、很努力来掩盖愤怒，甚至用我很正义来合理化愤怒。但问题是，愤怒不会消失，它只会泄露，而往往泄露在你最亲近的人身上，或者转向你自己。你相信吗？愤怒几乎从来不是第一个情绪，它是保镖，它是在保护我们更不想表现出来的内心，受伤、害怕、失落、被忽视。换句话说，愤怒是表层，脆弱才是核心。但如果我们把愤怒当作敌人去消灭它，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？我们就失去了它要告诉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。很多人把愤怒误解为自己的缺陷，我怎么这么容易生气呢？我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但其实愤怒不是性格缺陷，不是人格问题，也不是道德失败，它只是一个信号。它是在提醒我们，有重要的东西受到威胁了，有可能是你的价值、你的界限、你的公平感、你的尊严。这里面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误区，一个是当我们把愤怒当成我是不是有问题、我不够成熟这样的证据时，我们往往会忽略了愤怒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。另一个误区是我们容易把愤怒身份化。当你说我是一个容易生气的人，你其实是把一个瞬间体验当成了一个身份认同，结果是你不再倾听愤怒，你变成了对抗自己。愤怒常常出现在界限被侵犯之后，而这个侵犯通常有两种。第一种是别人越界，让你感到被忽视、被冒犯、不被尊重。第二种是你自己越界，这种往往更隐蔽，比如该说不，你却说了好；明明在意，却选择沉默，为了维持关系放弃自己。其实愤怒不是来破坏关系的，它只是来提醒你这儿不对劲儿。我们常见的做法是深呼吸，有意识地转移注意力，提醒自己要正向思考。这些有没有用？有，但不是起点。正确的做法不是从控制开始，而是从承认开始。在平息愤怒之前，你先问自己，这份愤怒是在保护什么？答案往往是我其实很受伤，我其实很害怕，我其实很在意。但这些话很难说出口，甚至不想对自己承认。神经科学发现，当你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情绪时，情绪的强度会下降，不是因为情绪消失了，而是因为它被听见了。而当你无法确认自己的情绪时，大脑也就没有办法来平息它。另外，我要提醒一点，就是羞耻感，它会让愤怒加倍。很多人愤怒之后会出现一个声音，我不该这样，我太情绪化了。这就是羞耻。为什么羞耻不会让愤怒变小，反而会加倍呢？因为羞耻会让神经系统进入威胁状态，提高身体的压力反应，会让心率加快，皮质醇分泌增加，从而强化防御。结果是你越否定自己，愤怒越强烈。比如当你难过时，别人说你冷静点，你会更好吗？还是会更激动？内在其实也一样。所以当你生气时，先不要自我批评，而是试着理解自己。我生气是因为重要的东西受到影响了。当你自我理解时，情绪反应会下降，而当你自我批评时，情绪的强度会上升。当你理解愤怒后，你的表达方式也会改变，你会从攻击状态转变为了解自己是哪条边界受到碰触了，愤怒就不会升级。其实愤怒升级
不是因为他太强，而是因为他没有被看见。而最重要的看见是你自己先看见自己。而我们常常做的那种劝自己别想了，没事儿的，算了吧，其实是在暗示自己你的感受不重要。而真正要改变的是要肯定自己的感受。我看见你在难受，这是有原因的。这一刻你的身体会放松，情绪会流动，不会再卡住。所以呢，愤怒不是让你消失，而是让你注意。一句话总结，情绪成熟不是没有愤怒，而是在愤怒中不迷失自己。我们下次见。